星星也能懂的东方破解系列视频是接星人看完囧星人的猴子也能懂的东方破解系列影片后有感而发，一开始怀着我上我也行的想法，最后一直坚持下来的借鉴与致敬的作品。所有素材来源于网络，目的是让更多人享受东方破解更多作品带来的更多乐趣。欢迎来到星星也能懂的东方破解，简称新东方，你们可以叫我接星人。不知道各位怀着怎样的心情点开这十几个视频中的第一个？你们或许在等待那遥不可及的承诺，你们或许在期盼那渐行渐远的身影。1年前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想带大家回顾，但我想说的一切就和1年前一样。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我本人十分喜欢囧星人的猴子也能懂的东方破解。我和囧星人做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为一条道路添砖，而这条道路将带领一些人走向东方，走向别人的、朕的以及他自己的幻想乡。我就是想把星星也能懂的东方破解做成续集，分享给想了解星座的人，指引他们去到新东方。你不爽，你就顺着等一下啊，我现在位置已经暴露了，不能再烂啦。想直接看干猪的同学请移步至下一批，但我真的很想和大家听一下这几首歌。首先，本视频默认全体猴子和星星观看过猴懂东，没看过的赶快去看。看完猴懂东，你就可以对东方破解有了最基本的认识，而本人则是在此基础上给任何想深入了解的灵长类动物进行一定的补充。因此，本视频完全不适合24K 纯新的人观看，更不能用来传教。你确定这些适合给他们看？其次，为什么我要再三强调一句话？我所说的一切，无论与一色有多接近，都是二色。我的视频不是百科全书，不是一色考证，更不是东方的一切。真正的一色只存在于朕的酒海里，而没有人能做到与朕心中的所说所想完全一致。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一色的个人理解，而我的个人理解本质上都是二色，都是给大家理解一色的时候的个人参考。大家千万别把我说的话当真，更不要提一些口误和幻听了。所有的一色，大家可以来这个网站上看一下就好，小心没气。哦，对了，囧星人和囧仙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最后，同等重要的是除我以外的二色同人。我的视频不过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他就是朕与全世界千万的同人作者。因此，在所有的新东方里面，我给所有的图片标明了出处，我给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视频列了一个借物表，没有图包，没有曲包，更没有素材包。自己领悟，自己挖掘，自己创造，就是东方破解过去了20余年的秘密。那么接下来，囧星人给大家讲了东方，那我就给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车外。东方破解是日本同人游戏社团上海爱丽丝幻乐团所制作的一系列同人游戏相关作品，以及是二色创作所构成的覆盖游戏动画吗？停！这些是说给人类听的，不是说给咱们猴子和猩猩听的，这个才是。有一个程序员，可能在一次喝了啤酒后突发奇想，做了一款有剧情的 STG 同人游戏，然后在同人展上发售。几个人过来表示，我们很喜欢这款游戏，但很多地方不够好。其中一个说，你画妹子的画风不好，我来帮你画个漂亮一点的怎么样？可以授权吗？其中一个说，你这首歌节奏不错，但全程用小号太鬼畜了，我帮你换个乐器演奏吧，可以授权吗？还有一个说，你这世界观和设定挺不错的，我来出个手书拓展一下剧情如何？最后一个说，现在 STG 没什么人玩，我们出个 FTG 吧。这个程序员觉得能够让大家参与到同人创作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于是当即决定放开版权，让所有人在做他的游戏的同人创作的时候无需授权，只要注明原作出处即可。后来又来了几十个人、几百人、成千上万，而20年过去了，那位程序员还在独自一人设计下一款游戏。很多人称之为东方，而我喜欢称之为车万。这位程序员就叫太田顺也。车万其实只是一个自嘲，而自嘲可能来源于那一句话。我们经常在东方相关的视频里看到一句话，此生无悔入东方，来世愿生幻想乡。老实说，我也很喜欢入东方，但给我一个机会，我不想来世生在幻想乡。在古代，妖怪和人类过着互相争斗的生活，妖怪袭击人类，人类退治妖怪，这恰好是一个平衡。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逐渐否定妖怪的存在，把妖怪认为是虚幻的东西。这对于需要人类的恐惧的妖怪来说是致命的。许许多多的妖怪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就在此时，也就是500年前，一位妖怪贤者决定实行妖怪扩张计划。他叫八云子，他在一片土地上展开了一个结界，这个结界叫虚幻与现实的境界。它能够呼唤那些活不下去的妖怪自愿来到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世界上大部分妖怪来到了这片土地，而许多有能力推制妖怪的人也来到这里保护人类。这片土地有一座山叫妖怪之山，有一个村叫人间之里，有一座神社叫伯利神社。300年来，妖怪和人类在这里过着以往的生活。1884年，明治时代，龙神最后一次现身在幻想乡。当时，妖怪中的贤者们向龙神起誓，永远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和平。一个新的结界笼罩了大地，它将这片土地从现实世界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了异次元的存在。它隔绝了大部分来往的通道，让这片土地上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现实世界。这片土地就被称为幻想乡，这个结界就叫伯利大结界。大结界建立后，大部分妖怪无法像以往那样袭击人类，人类对此再三赞誉。然而，大结界让妖怪过上了过于安逸的生活，他们的力量不断弱化。如果此时进来了未受大结界影响的妖怪，幻想乡很可能被这个新妖怪所支配。100年后，外界来了一名吸血鬼，发动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异变。他叫雷米利亚斯卡雷特，他打败了许多妖怪，并把他们收为小弟。就在幻想乡快要被他所支配的时候，当时最强大的妖怪击败了他，解决了异变。双方不仅签订了和平条约，还签订了附在合约后面的另一项协议——福卡规则。福卡规则要求双方在用武力解决矛盾冲突时，必须使用以招式命名的福卡，并且进行1对1的竞技。没有人清楚是谁提出了福卡规则，也没人清楚为何福卡规则会附在和平条约之后。但毫无疑问，这个规则彻底改变了幻想乡。它让弱小的人类能够战胜强大的妖怪，让强大的妖怪能够战胜无敌的巫女。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互相残杀，它令妖怪得以过上以往狂野的生活，维持自身存在的同时，力量也不会下降。它令人类保持着对妖怪的敬畏之心，接受着既安定又刺激的小农生活。妖怪袭击人类，人类推制妖怪这一平衡，就通过福卡规则模拟了下来。这就是我心中的真的幻想乡，它自始至终都将会是依托于现实世界的妖怪保留地。除了幻想乡，东方里还有很多幻想之地。为了让我们更愉快的干珠，我们来聊一下月之都。亿万年前，有一位神明叫月夜剑，他厌恶地面那充满污秽的生活，于是带上他的亲信和族人来到了月球的背面，这其中就包括了8亿永灵。月夜剑和8亿永灵创立了月之都，把那里改造成无秽净土。亿万年来，拥有超高科技和大量月兔作为劳动力的月之民，过着没有寿命、平稳安定的生活。月之民并非完全不死，并非完全没有污秽，但他们对此十分厌恶和惧怕。1000多年前，8亿永灵和月之公主蓬莱山辉夜制作了禁药蓬莱之药，而辉夜喝下了药。月之民认为，服下了蓬莱之药的辉夜会在月之都产生大量的污秽，无法处死，于是把它流放到地面。可能是辉夜的顶罪以及月夜剑的信任，永灵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然而，永灵在月之使者团接回辉夜的时候，杀死了所有月之使者，并带辉夜逃到一片竹林中。他们2人因此成为了永远的罪人。没过多久，地面上的八云子带领当时依然强盛的妖怪，通过结界和湖上的月影，正面进攻了月之都。得益于先进的科技和永灵早已布下的陷阱，妖怪们战败并被遣返。这次事件称之为第1次月面战争。几年前，八云子派出了3队人去到月之都，发动了第2次月面战争。永灵不愿曾经的心血被地面征服，于是通知了自己在月之都的2名徒弟应战。圆月一击打败了林梦一行人组成的火箭队，圆月风击阻止了八云子和兰踏上月之都，但悠悠子和妖梦依然偷到了月都的酒。于是八云子让八一永灵喝下了自己的酒，不仅报了当年陷阱的仇，还让永灵想起了对未知力量的恐惧。无论如何，永灵最后意识到，
如果幻想乡与月之都爆发了全面战争，任何结果对自己都不会有任何好处。那么有关于二战的详情，欢迎各位来到这里了解，千万别去错隔壁。这2片幻想之土就是我们故事发生的主要舞台。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东方是什么，那我再次邀请各位来到接下来的视频，听我给大家讲一讲东方有什么。我本人没有能力传承侯董东，更没有能力肩负着东方复兴。这个合集里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兴趣使然。既然他就在这里，那么他新东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侯董东，那就得看缘分了。一直以来有句话不好意思跟大家说，那我今天就在这里说一次。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一下关注，投个币，点个收藏。想要直接支持我也没有问题，除了 B 站的动态以及应援团，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此生后悔入东方，来世炸了幻想乡。